最近这个 AI Agent 通用助手 Miners 在3月6号发布之后，再次震撼了国内外的社交网络。它被称为是今年的这个新的 ChatGPT 时刻，或者是这个又一个 DeepSeek 时刻，反正就是各种神吹。但是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 Miners 需要邀请码才能够进行使用，所以很少人真正用到了这个工具。但是 OpenMiners 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OpenMiners 呢，它是在 Miners 发布后的3小时内就完成了这个功能复刻，并且是完全开源免费的。那么 OpenMiners 呢，既可以调用收费的，像这个 Cloud Sonnet 提供的这个 API， 也可以使用部署在本地的支持函数调用功能的这个完全免费的这些开源大模型可以无限制使用。比如这个千问的这个系列大模型，这个就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不想付费来体验的这些用户了。那么最近也就是昨天吧，那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技术博主零度大神分享了这个 OpenMiners 的一个本地部署的这个视频，然后我就跟着他的视频进行了一次自己的一个部署。因为他的这个视频节奏比较快，就10分钟左右，很多细节都忽略掉了。那么我经过这个自己的一个部署呢，发现这里面的问题非常多，非常的细节需要注意。那么我总结了这个1、2、3、4、5步，然后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是在安装这个 Python 和 CUDA 环境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命令错误的情况，那就是没有加入这个系统变量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在安装这个依赖项的时候容易报错，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个 OpenAI 的这个版本需要进行一个指定。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些细节就是我们看零度的这个视频觉得很顺畅，但是真正自己来部署的时候，就发现好多细节的问题。那么我这个视频就是来补充这一块的不足吧。就是我看他评论区下面也有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么我相信我的这个视频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多细节上的一些帮助。如果你需要我的这一份这个思维导图的话，可以进我的这个粉丝群去拿。我们下面就正式开始这个部署。我的这个前面的1、2、3、4、5的这个部署，虽然过程比较坎坷，但是最终都顺利的解决了问题。但是最后因为我的这个电脑配置的原因我的电脑配置不足，导致我的这个 OpenMiners 在本地部署的运行出现了一个爆显存的这么一个结果，就是没办法继续下去这边也提示一下，就是如果你的显存在8G 以下的话，那基本上就不要尝试这个本地部署了只能是用这种引用收费的 API 的形式。本地部署大模型的话，你的这个8G 的配置的话就是太低了，就基本上可以放弃了。但是还是可以用它的这个就是 Sonnet 提供的这个 API 的形式调用，也是可以用的，在本地也是可以用的。好，我们就下面就正式开始这个一个配置。那么第一步就是这个安装 Python 3.12 环境和安装这个 CUDA 隔离环境。那么 CUDA 它的功能就是可以创建一个隔离环境，因为我们每一个项目每一个软件可能要求的这个环境要求的匹配软件不一样。 CUDA 的功能就是创建一个隔离的环境，为每一个项目创建一个专属于它的这个运行环境。我这里选择64位的进行下载，这里勾选一下这个，就是把这个 Python 3.12 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系统路径里面去。我们来下载这个 CUDA 的安装包，我们这里选这个64位的，点下一步同意，下一步同意，下一步下一步。这边注意要这个要勾选一下，就是直接跟这个 Python 3.12 这个环境进行一个绑定，点安装。好，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我们点下一步，下一步，然后点完成。好，那么第二步就是创建专属于这个 OpenMiners 的一个 CUDA 隔离运行环境，就是执行这个命令创建一个名为 OpenMiners 的这个专属的环境，然后再激活这个 OpenMiners 专属的这个环境运行这2条命令。主要是打开命令提示窗口，在这边把它粘贴，这边会出现一个错误。刚刚那个命令找不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安装完这个 CUDA， 安装完这个 Python 之后，我们一定要记得把这个安装的路径加入到我们系统的这个环境变量里面去，否则会出现在这个系统的 CMD 命令窗口里面无法执行这些命令的错误，出现这个错误一定要加入环境变量。我们在这个就是刚刚 C 盘我们安装的这个 CUDA 的这个安装路径里面来找到它的路径，就是这个路径，我们要把它的这个路径添加到我们的系统变量里面去。复制一下，然后这边搜索系统变量，然后编辑这个系统变量，这边选环境变量，然后这边选这个 pass， 这边选新建，新建之后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粘贴，就把它添加到我们的这个环境变量里面去了。现在的话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把我们刚刚这一串代码复制过来，
然后这边粘贴啊，这样子运行一下，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创建了。这个时候它就识别到这个 CUDA 环境了啊，进行一个创建了。然后在这里已经运行完成，提示我是否继续，我就选 Yes 啊，然后它再进行一个安装包的一个抓取。然后就是下载这个 OpenMiners 开源项目，并且安装与项目相关的这个配套依赖项啊，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开源项目的地址这边下载，也可以通过 get 命令进行一个克隆。那么我们直接到这个它的这个 GitHub 的这个官方页面来进行一个下载，点这个 code， 然后点 download 啊，然后把这个下载的这个项目文件夹呢放到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 CUDA 环境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放到我们的这个 C 盘，我是在这个安装在这边，然后在这个环境文件夹里面有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 OpenMiners， 把它放在这个里面粘贴，然后进行一个解压，这就是我们下载的这个 OpenMiners 的一个主程序的文件夹啊。然后我们在这边运行这个 cmd 命令，把它的这些依赖项给它安装好。这条命令给它复制一下，安装依赖项边 cmd， 首先要激活这个 CUDA 环境，然后安装依赖项。然后它就开始安装这个项目配套的一些依赖项。安装到最后的时候，它这里有一个停顿啊，其实它是在安装这么多这个软件包，并不是停止了啊，它还在安装这么多软件包，它现在已经成功安装完毕了啊。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在这个依赖项这个文件夹里面啊。这个 OpenAI 这里，它刚刚是另外一个数，我们要直接把它替换成 OpenAI 双等号 1.61.0， 要替换成这个版本，直接安装这个 OpenAI 的版本啊，要不然会在安装依赖项的时候会报错的，这个提示一下。这个安装完毕之后，就可以进入到第4步，就是安装这个 Ollama。那么 Ollama 可以理解为一个管理本地大模型的一个平台，它可以让用户很方便的在本地自由切换使用这个本地大模型。那么 Ollama 官方的网站可以去这边进行一个下载啊，就是这个地方啊，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我这里就不再重复下载安装了，只要直接下载后，然后直接点安装就行了。然后在 Ollama 安装完毕之后呢，就可以在命令窗口运行这个下载千问大模型的这个命令。因为我的电脑配置显存是在8G 左右。然后内存只有16G， 所以我这边只下载这个千问的7B 的大模型啊。如果再往高了的话，肯定就是跑不动的。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电脑配置安装任何你想要的这个大模型，前提是要支持这个函数调用的模型才行。只需要在这个 Ollama run 这个命令后面跟上你的这个模型名称就行了。但是注意，模型名称是一点都不能错的，否则的话就无法下载。然后可以在这个下载完毕之后，可以使用一个浏览器插件助手试试这个大模型有没有安装成功。就是这个 Pager Assistor 这个软件啊，这个软件是一个专门用于本地管理这个大模型的一个软件，在这里可以看这个已经下载的大模型有没有安装成功，可以试着跟它进行一个对话。那么这个如果 Ollama 里面的大模型你想卸载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命令的形式，可以先 Ollama list 查询已安装的这个所有的大模型，然后也可以就是用 Ollama rm 这个命令去卸载对应的这个大模型，这是卸载已经安装的这个大模型。然后第5步就是要修改这个 OpenMiners 项目的这个配置文件。我们在这个 OpenMiners 的这个文件夹里面啊，找到一个叫做 default， 这里面有一个这个文件啊，有个这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是默认的一个4例文件，我们把这个改掉，把它修改掉，然后用记事本给它打开。改掉的话，这里的东西都要进行一个修改。我们把这边我这里已经修改好的这个代码给它复制进去，就是这里我是下载这个7B 的嘛，然后把它复制过来，粘贴。这里带井号的是已经都被注释掉，这个部分就不用管啊，主要是上面和下面。上面是通用大模型，下面是这个视觉模型。你可以视觉模型可以自己去选择其他的版本，也可以跟上面一样，我这里就跟上面一样了。然后保存。好，保存完毕之后，我们就可以来运行这个 OpenMiners 啊，在这个 OpenMiners 这个
项目文件夹向运行命令窗口，然后运行这条命令。我们要进入到这个项目的文件夹，然后在这边 ZMD 进来之后，我们记着啊，就是后续所有重新启动这个命令窗口，我们都要按照先激活这个 CUDA 环境，激活这个 CUDA 环境，然后回车，激活之后再来运行这个命令。然后它就在启动中了，这个 OpenMiners 它就在启动中，出现了一个警告，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不能找到模型信息，就是这个我们下载的这个千问 2.5 7B 版的这个模型，它无法在它的这个库里面匹配到，就是说简单说就是它的这个是不支持这个版本的，不支持千问 2.5 Code 7B 的，所以无法运行啊，看来它是7B 还不支持。7B 版本还太低了，我这里把这个千问大模型改成8B 的，来试一下。复制这串命令，然后 CMD 粘贴，8B 的不存在，我看看14B 的吧。14B 的总共有9个 G。9个 G 左右，那我们就用这个14B 的再来尝试一下。这边预计要下载半个小时啊，现在速度比较慢，我们让它下载完毕。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先来改一下这个刚刚说的这个配置文件，因为我们现在换成这个14B 了嘛，就是刚刚我们这边填的是7B 的啊，现在是改成14B 的，所以我们这边也配置文件也修改一下，就是刚刚第5步啊，第5步。这个第5步这里修改 OpenMiners 的项目的配置文件，我们要把它改成这个14B 的这个版本。已经下载完毕，安装完毕了，但是出现了一个错误，这个就是出现了一个 CUDA 的错误。虽然我的这个模型已经下载成功了，但是呢，因为我的 CUDA 内存不够，我的显存只有8G， 运行这个14B 的版本呢，一般都是要12G 以上的，所以它这里提示我的这个 CUDA 爆了，然后现在磁盘也提示这个爆仓，所以可能我的这个配置运行14B 的这个版本还是不行。目前来说，我的这个OpenMiners 是已经部署成功了，但只是因为我的一个配置的原因啊，显存太低，只有8G， 它这个是12G 起步的，所以我现在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这个演示。如果你的这个电脑在12B，内存在16G 以上，那么你可以下载这个14B 来进行一个本地的部署配置。那么如果你的显存只有8G 甚至更低的话，那基本上就没办法在本地运行啊，这是我的一个经验吧。我关掉，然后我在这边，在这里也是有的，我点一下看看是不是可不可以，问一下这个14B，它没有反应报错了，就是没办法运行这个大模型，因为这个 CUDA 爆仓了，显存不够，我的显存只有8G， 它是要求12G 以上的，所以很遗憾，这个演示就只能到此为止了。但是我的这个配置是成功的，只不过我的显存太低，没办法继续运行下去。如果你的显存在12G 以上，那么你可以按照我上面的步骤进行一个安装部署，是可以成功的。